这个生活的意义是不充足的，必须有后面这一半。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，要借老子的话题，借圣贤的眼光去看。我们还是从这个题目开始，说财富为我所欲，我希望得到的；精神生活呢，也是我需要的，也是我所欲。还有呢，身体、亲情、朋友，也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一个也不能少。说拥有了这些东西，以上提到这些所有东西，我们才可以称得上一个成功的人生。你想想看，这一个东西，这些东西一个因素也少不了。没有财富你活不下去，没有精神生活你活得像猪一样，没有良好的身体来的时间都是不愉快的，没有亲情，没有朋友，你是孤独的，一个都少不了。我看提了这些，财富也罢，精神生活也罢，身体健康也罢，友情这些东西也罢，我们就是不提做权利，不提权利。在当今这个权利呢，有点污名化，也不是污名，这个事实上就走到那个地步了。过去1000年以来，中国所奉行的以利为师，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以利为师，这个官方文化就把它固定化，做一种常识。所以走到哪儿的这个当官的人都是要为民父母。现在你还敢说那些官员能做你的父母官吗？这是社会带来的问题了。就是当官的可能也不能看，所以这一部分呢，我们撇开它，因为一进到那个领域里边去，一进到权力那里边去，这个给我们人生就不一样了。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，我们把它全直起来挂起来。我们还是谈这几个东西。我们说没有权利，我们可能有缺憾，但是我们人生是完满的，缺它没有关系。我们一辈子不做官也没有关系。我到年轻的时候，我的先生就是那个时候接受我们引以为自我骄傲的东西，说1000年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，这是孔子的话了。但是我们道家要怎么？学而优却不是，这是道家的价值观。所以做不做官跟我们人生意义的充足没什么太大关系。但是这里边我们现在提到的这几个东西，一个也不能少，而且你不能失之偏颇。这几个东西需要平衡，就说你一个也不能少，财富不能少，精神生活不能少，身体健康不能少，亲情友情也一个不能少。有了这些东西，你的人生是一个成功的，是一个比较完满的。但是这中间如果少一个，你的这个生活了，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漏洞，一个缺憾。那如何追求一个完满的人生？其中就是说，我们在追求一个或另外几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失去我们不可或缺的目标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一个也不能少。那么所有的人都会面临着这样的拷问，这样的拷问。对待上述这些问题，财富啊、身体啊、精神啊、友情等等，怎么对待这些？没有一个固定答案，没有固定答案。无论是孔子、老子，或者是基督，都没有固定答案。我们能说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？怎么去摆平这个东西？但是可以有智慧的答案。所说的固定答案就是一个答案，这里边可能是有多个答案，但是我们可以选取一个智慧的答案。其中《道德经》在这一方面就给我们开出了一个智慧的答案。其中如何摆平这些事情，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知道满足，什么时候应该知道基本的满足，
什么时候在危险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画出一道线？那么，其中《道德经》里面提出来的，我们的名誉与身体，身体与财富、财货也就是财富了，得到与失去，这些论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答案。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来分享。先看44章，这方面话题很多，我们也谈不完。我们尽可能抓紧时间，把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分享的把它说完。后面呢还很乐意听大家提出你们的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第44章，老子说民与身孰轻？身与祸孰多？得与亡孰